都是依林姐说给你们买的。青青跟我说妈喜欢吃水蜜桃，我就买了些水蜜桃给你们。啊，对对。啊，让你费心了。不费心。依林呐，啊，听说你是自己开公司做老板的？没有，我不是老板，我只是执行总裁。哦，这么年轻就当总裁，真是了不起。小姨，我们在外企啊，这个职位也不算太高，也就是个高级打工妹，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呀，还这么谦虚。池翔，我听青青说你在你们公司也是做个什么领导是吧？我不是领导，我就是负责一些项目的技术问题，是吗？啊，对，项目组长，就是专门研究那些高科技的东西吧，高科技。青青，你跟人家依林学学，女孩子稳当点儿。问你话了吗？依林啊，这个做总裁的一个月工资得有2、3万吧？情况好的时候还行吧。真不错。池翔啊，你一个月工资能有个1万块？没那么多，一般一个月4、5千块钱吧。4、5千块钱，那够干什么用的？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，日子过得挺紧巴的吧？还行，还过得去。你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母亲去世的比较早，我父亲在县里的供销社工作。啊，那家里的日子过得是挺艰苦的吧？不容易。依林呢？你的父母在北京吗？是，小姨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我爸妈在北大当老师，但是我爸也老不在家，去做交流学者了，明年才回来。知识分子家庭，你看这气质、容貌，看着就是舒服。我姐真是有福气。咱家依晨也有福气哈，生下来的时候就一脸福相。哎，刚生下来的时候有8斤多吧？8斤6两。哎呀，甭提那个费了人劲了，那简直是生下来就那个大屁股呀，简直就跟个大孩子似的。哎妈，哪跟哪吃饭呢？提屁股干什么呀？能不能吃饭了？是不是姨夫？你看这人弄，小姨夫，敬杯酒来，来，敬你们，喝一口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橙子，你们这一代人啊，好啊，赶上好时候了。我们那时候啊，50年代那是忆苦，60年代变成真苦了。现在你看你们多好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其实人这一辈子，什么最重要？你知道吗，孩子？身体。人家老话不说了吗？富不长叶，穷不扎根儿。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有个好身体。你说池翔，你看你从外表看，红光满面，身体多好啊！一看就健健康康的，孩子还阳光，多好啊！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对，池翔和我一样，咱俩都对，健康。你是不是？夏老师，老苗，哎，你这很激动吗？没有，这不是喝了点酒吗？这个身体啊，它的基础再好，那也架不住天天跟电脑打交道啊。玩电脑那都是高智商玩的。中关村管他们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什么？玩电叫脑 IT。对，IT 叫 IT 精英。你怎么成这样啊？他们是喜欢同伴。叫爸。爸，我给你拿包，怪沉的。怎么那么瘦呢？能生出孩子？看这报纸上说，现在这女孩子都减肥减了，孩子都生不出来。青青瘦，但体格特别好。进去说吧。啊，是，进去说。是北京人吗？咋这么土呢？你看看咱家那小芳，那皮靴皮裤的，那一走路叮当响。北京现在流行怀旧，这时髦不懂。这太土了，时髦。过来，戳上你。
哎，你这真有意思，都几点了？快走吧，一会儿晚了。着什么急呀？没吃过饭。你说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，把时间都约好了，你去晚了，不是对人家不尊重吗？什么就不尊重啊？您再喝口茶吧。还喝啥呀？我都喝8碗了，还喝呀？我说你们这是吃饭呢，还是涮我呀？啊？喂。你们怎么回事？还没到，人家池香他爸都等急了。哦，哎呀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这不是在这安排一下吗？妈，我给你10分钟，你赶紧出现在我面前。你要再不出现的话，我就跟池香回老家了。再见。来，你过来，你上这边来睡的。我跟亲家说点正经事。你爸是真不能喝啊？没有，你把你爸那酒拿过来，我喝。行了，都别喝了。那个亲家啊，你看哈，我跟老苗啊，我们俩是知识分子。他教声乐，我教语文，就是挣这么点死工资，这一年到头啊也攒不下什么钱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们俩攒了10几年，一共攒了15万。我们这次想拿出来给孩子们先做个首付。这个呢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但是这份心意我们已经是尽到了啊。但是这个钱恐怕是不够。不够吗？不是，我出30万。怎么样，老公？喜欢吗？喜欢，你是不是已经爱死这儿了？爱死了。要是没意见，咱们就定了。定了吧？青青，把定金交了。哎，好。房子3位都满意吧？满意。如果满意的话，咱们就可以签那个备忘协议，然后可以交定金。房子呢，我会为大家保留1个月，也就是说首付要在1个月内交齐。如果今天交定金的话呢，咱们还可以参加抽奖试住活动。中奖的话可以在大洋板间免费试住1晚上。真的？免费试住1晚上？我看您和您的先生都挺有福相的，说不定啊还真能中大奖。那肯定的。妈，掉金币。哦。要不我来吧。啊？哎，2万块钱呢？有。哎，等会儿。你哪来的2万块钱啊？你是不是私藏小金库啊？我哪敢呢？我这个月的外快加上工资正好2万块钱嘛。交了吧啊，谢谢。我爱死你了。妈，您交花手，我来，给我们做。来，行。回到北京，我这心里就敞亮。那个什么，小健是北京人吗？不是。那北京话说得够地道的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说扎根北京，入乡随俗，所以每天练，就给自己练成这样。还有爱好这个。我是16岁那年啊，插队去了云南。一开始呢说1年1轮换，后来说3年1轮换，再隔几年之后就没人管这事儿。我这一晃24、5，一看熬的也回不了城了，就被青青他爸哄到大理去了。就像你说的那个扎根云南，入乡随俗了。哎呀，青青小的时候啊，我就给他看明信片，北京的明信片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是天坛，这是皇城根儿，这是前门。他看得可认真了。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，2个眼睛毛乎乎的。他这个越看得认真呢，我心里越难受。皇城根护城河，是真想回来。妈，你看你这
这以前给青青的基础教育多好，看明信片给她看的，现在都已经当了杂志社的编辑了，是吧？应该高兴才是，是吧？那是，青青的基础教育啊，我们从小就抓得很紧。我和她爸爸都是老师，所以呢，对教育很重视。哎呀，怎么讲呢？多大的孩子都教过，积累了不少的宝贵经验。我是真是不想浪费。那确实挺可惜的。妈没想过重新回学校任教吗？哎呀，我现在身体是挺好的。刚退下来那时候啊，学校也说了让我回学校再继续支教。可是我明确表态了，我说那不行，我得把我这宝贵经验和体力都留给我的外孙。是是。你们将来愿意我给你们带孩子吗？愿意啊。可是什么呀？怕累着你，你过意不去吗？这有什么累的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100个高兴。可是你说像现在这样，我来回跑，住在姨妈那儿，实在是不方便。说白了，志强，妈也说了，我是北京人，这年纪大了也想落叶归根。我这把年纪怎么着，在北京应该有个自己的家吧，是吧？不是，我这反应有点慢，没跟上您的思路。妈在北京是应该有个家，这以后我跟青青买了房子，装修好了，您就来跟我们一块住，这就是您的家。太好了，不是那个装修什么的，你交给妈啊！你们年轻人搞事业，后勤都交给我了。谢谢妈，我去加点水啊。我这反应。我跟你说，青青，你现在呀是需要这个营养的时候啊，多喝点汤，可有营养了，这个对身体好啊。谢爸。谢什么谢？跟你们老爸还客气上。来，志强拿过来，你也喝点。来，拿过来，听我。你工作那么辛苦，你也得需要补啊，把身体养好了。来，谢谢爸。多喝点啊，大姐。哎呦，你说还让你忙，你说，来，哎呦你，我先给大姐盛啊。哎，老苗，这些肉菜不都你爱吃的，怎么不吃都凉了？爱吃，就是我这胃吧，就一闻到这个油性太大的吧，就有点不舒服。不吃油好，健康。是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哎呀，可能是没休息好，来的路上啊，我坐在车里头吧，就有点不舒服，在车上差点还吐了，你知道吧？吃饭了，咱不说这个了啊。是，可能是我车开太快了，爸刚才有点晕车。你让你爸一个人上北京，你怎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呢？这万一要出现什么问题呢？考虑问题特别不周到。什么不周到啊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就是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也得来啊。你下个礼拜天不是参加他们俩的婚礼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你们这不都说好了吗？是说好了，这不青青出了点状况吗？所以我们大家伙呢，现在都忙他的事儿呢，婚礼的事儿就都没想呢。是，以后再说吧。什么叫以后再说？太有意思了，都定好了，人家他爸爸把这个结婚的东西都筹备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志强？是。真够积极的，早干嘛去了？哎，行了，咱们那个先吃饭吧哈。那个老苗啊，你也早点休息，你今天不是也累了吗？有什么事儿咱明儿再说，行吧？啊，行了，再商量，吃吧，要不然菜都凉了。来，吃吧。哎，吃下来，吃，吃。你也多吃点来。我给你加块。不错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青青，怎么回事啊？患者是你爱人吧？啊，对，是我先生。他昨天啊刚从云南到北京，坐了1天1宿的火车，估计是休息不太好，再加上昨天晚上吃的东西比较油腻一些，所以他胃……这些诱因呢都有可能，但是从胃镜的结果来看，胃部下方的阴影有可能是肿瘤灶。当然了，
我们最后呢还需要等切片结果出来之后，才能判定是良性还是恶性。有些情况呢，我们必须先通知你们家属，让你们还有一个心理准备。病者的病灶位置呢比较靠下，接近于12指肠，直径是0.3公分，表面呢不平。综合这些特征来看，不好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。怎么样？幸亏送了及时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。现在病人体征平稳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王教授建议呢，手术马上开始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。如果没有意见的话，就签字吧。没有，没有。妈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来坐。这么晚了还在加班，没吃饭吧？还没呢。快，我给你包了些包子，趁热吃。我包包子。嗯。哇，看着就好吃。我不客气了啊。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以后妈有空就给你多包点。别，你说女孩子自己包人家送过来，这么大老远，太辛苦。这有什么辛苦的？你跟青青才辛苦呢。你说你这没完没了的天天加班，青青天天在外边做家教。哎呀，我这看着心里头，我也帮不上忙。你说，本来我和他爸过来吧，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什么，可没想到青青爸这一病，倒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妈，这咱都是自己人，咱不说两家话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小辈应该做的。青青他爸有福气，有你这样一个孝顺的女婿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还带着醋呢。带这么全？来，我自己来，妈喝点水。你别管我，赶紧吃。我不客气啊。